刚刚读到一篇关于周星驰的文章，说实话，我很久没有被一篇文章这么触动过了。我把最动人的部分分享给大家啊，希望也能打动你。在华语影坛，成龙是大哥，周润发是发哥，刘德华是华仔，唯有周星驰被人恭恭敬敬，甚至带点心疼的喊一声星爷。我外号赌圣，你出来多少年？我叫尹天仇，苏察二探周星星。My name is 007，宝龙一族008，我就是美貌与智慧并重，英雄与下一个化身唐伯虎。这个爷字靠的不是拍了多少部电影，攒了多少个票房，而是在某些最根本的问题上，他站住了，站得比谁都直，骨头比谁都硬。他活成了这个圈子里一个特别孤独也特别体面的样子。他的孤独从被误解开始，全香港娱乐圈骂了他20年，抠门、孤寒、不近人情。可谁又知道，这个被骂了20年的人，到底偷偷往外掏了多少东西？他这一头的白发究竟是为谁白的呢？2008年，梁朝伟和刘嘉玲那场世纪婚礼，半个娱乐圈都去了。周星驰跟梁朝伟几十年的交情，从无线训练班那会儿就认识，一起跑过龙套，一起挨过穷。结果他包了多少？8000块港币。消息一出来，港媒全炸了。那个时候周星驰身价是几十个亿啊，老朋友结婚你就掏8000，报纸铺天盖地的骂孤寒财主、守财奴，什么难听的话都来了。周星驰几乎成了全香港的笑柄。没有人去深究一个问题，一个对自己都抠到极致的人，省下的钱到底去哪儿了？答案藏在西北的大山深处。很多年后，一位受捐小学的老校长实在憋不住了，对着镜头说，那些年有位周先生悄悄地捐了100多所希望小学，不是1间2间，是100多所，散落在甘肃、宁夏、青海那些最穷的山沟沟里。崭新的教室，结实的桌椅，还有专门的多媒体放映室。山里的孩子第一次看到大荧幕上的电影，就是星爷的功夫。你只欠一个机会。是啊，孩子们笑得眼睛眯成了一条缝儿。校长说，那位周先生反复叮嘱一件事儿，千万不要告诉孩子们是谁捐的，不要让他们有任何心理负担，不要合影，不要感谢信，不要让那些穷孩子觉得欠了谁的。他要的是这些孩子能安安静静地坐在教室里，拥有一个和别人一样的起点。咱们今天见惯了那种拿着大支票牌子开发布会，热搜一轮一轮的上的那种公益，在那套游戏规则里边，捐款不留名等于就没捐。所以有人说，别人的公益在热搜上，周星驰的公益在人心里。2008年汶川地震，举国同悲，演艺圈发起了一场捐款竞赛，数字一个比一个喊得响，通稿一篇比一篇写得漂亮，只有周星驰沉默得像消失了一样。媒体问他到底捐了多少，他支支吾吾半天，憋出一句，每个地方都捐了一点点。就这一句话，又招来铺天盖地的唾骂。国难当头，你就捐一点点，真是冷血的喜剧演员。他不解释，不反驳，直到灾区官方公布了完整的捐助名单，周星驰3个字后面跟着的是3000万元。什么概念？当年整个香港演艺圈的捐款总额里边，他一个人占了将近1/10。这笔钱没有经过任何基金会，没有走任何可以抵税或者扬名的流程，直接打到了灾区的账户，用于学校重建和孤儿安置。他不说，是因为在他眼里，生命的重量不能用数字去竞价。这样的事情他干了一辈子。2020年疫情最凶的时候，明星捐款名单又在网上刷屏，翻来翻去找不到周星驰，网友们又开始冷嘲热讽，星爷呢？怎么一到关键时刻就没影了？他依然不吭声，直到人民日报发了一条四川援鄂医疗队的视频，一位叫雷波的医生声音都在抖，对着镜头说，星爷你好，你托人从海外采购的这批顶级防护设备我们收到了，现在前线什么情况你也知道，这批东西就是给战士送武器，是能救命的。工作人员回忆，那段日子周星驰急的一天好几个越洋电话追着问，设备到哪儿了？清关顺不顺利？医生们拿到了没有？他像侠客一样，事了拂衣去，深藏身语。如果说捐钱捐物还算力所能及，那下一件事儿才让人真正的感受到了什么叫割肉喂鹰。2001年，刘德华搞了一场慈善演唱会，周星驰上台，手里攥着一张支票，但真正的故事在后台。一位抱着孩子的母亲突然跪在他面前，失声痛哭。他的儿子叫辉仔，
得了急性白血病，急需骨髓移植，家里早就山穷水尽了，是周星驰悄悄承担了全部的天价医药费，一管到底，供那个孩子读完大学。这件事要不是母亲自己说出来，会像从没做过一样淹没在时间里。星爷那一头如雪的白发里，也许不只有岁月的风霜、创作的煎熬，还有他替那些孩子扛过的风雨和从未对人提起的沉默。电影里的周星驰让你笑，是因为他把所有的温柔都揉碎了，藏进了胶片里；而现实里的周星驰让人心疼，是因为他把半生的孤独、误解、疲惫，连同自己的健康和名声都拱手让给了这个对他并不算温柔的世界。有人说，周星驰对外人这么好，怎么对圈里的人就这么苛刻，那么不近人情呢？答案其实特简单，他的温柔只给真正需要的人，他的时间只花在真正在意的事儿上。圈子里的觥筹交错、虚情假意，他压根儿不屑于去演。而底层人的苦难、孩子的明天，还有国家的脸面，他比谁都在乎，比谁都较真儿。他不只是一个偷偷做好事的人，更是一根宁折不弯的硬骨头。时间回到1987年，那是香港最风光的年代，也是殖民氛围最浓的时候。TVB 台庆，满台的明星争着唱英文歌，好像越洋气越高贵。轮到周星驰，一个刚走红的小伙子，拿起麦克风，字正腔圆地用普通话一字一句地唱起了《我是中国人》。沉默不是懦弱，忍耐不是麻木。在今天你也许觉得没什么，可是你放在1987年的香港，他唱的不是歌，是投名状，是明明白白向全世界宣示我是谁，我身上流的是什么血，我的根在哪里。那首歌他唱的不算专业，甚至有点生涩，但每一个字都咬得铁骨铮铮。后来他在采访里说过一句话，特别简单，但分量很重，对我而言，我永远都是中国人。这句话他真是说了一辈子，也做了一辈子。再看1996年，食神火遍北美，好莱坞巨头福克斯开出天价要买翻拍版权。周星驰一开始挺高兴，觉得能把咱们中国的饮食文化、武侠精神借好莱坞的平台传到全世界是好事儿。可谈着谈着，对方提了一个修改意见，把电影里那道最经典的、充满东方禅意的菜换成美式汉堡和牛排，这样西方观众更容易接受。据说周星驰的脸当场就冷下来了，直接终止合作。在他这儿，中国的故事就得有中国的魂。你把中餐换成汉堡，那不是反拍，那是刨根儿。类似的事儿，2009年又来了一次。好莱坞重金邀请他拍《青蜂侠》，这可是无数演员挤破头都想抢的资源，进军好莱坞，全球刷脸，身价翻番啊！但周星驰提了一个条件，剧本里那些会武术的日本人角色能不能全都换成中国人？咱们中国功夫天下第一，凭什么一提到功夫，好莱坞想到的就是日本？片方断然拒绝，周星驰转身走人。当年很多人笑他傻，说他错过千载难逢的好机会。可今天回过头来看，好莱坞的机会固然重要，可中国人的形象更重要。别人挤破了头想去好莱坞证明自己，他偏要站在中国这片土地上，让全世界都跑过来看。这就是周星驰的风骨。有人算过一笔账，这20多年来，周星驰出去的钱林林总总加起来快有10个亿了。可搜遍全网，找不到一张他捐款时微笑举牌的照片，找不到一段他主动谈起慈善的采访。他像个藏在市井里的绝世侠客，把最滚烫的心掏出来，放在一个破碗里，悄悄地递给你，然后转身就走，连背影都不让你多看。那些骂他抠门、笑他白发的言论，嘲讽的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？是一个把自己全部的爱、青春、财富都无声地洒向这片土地，却连个名字都不愿意留下的人。他拍了一辈子的喜剧，逗笑了几代中国人，可他自己的人生却像一场巨大的悲剧，沉默、孤独、不被理解，却在灰烬里小心翼翼地护着最后一点星火，去照亮那些寒冷的角落。60年前，他的母亲翻看《滕王阁序》，念到雄州雾列，俊采星驰，便给儿子取下了这个名字。60年后，周星驰3个字早已成了传奇，不只因为他演过至尊宝，我相信你，我相信你，我相信你，拍过功夫，一支穿云箭，千军万马来相见。而是他用一生的沉默告诉我们，什么叫社会担当？不是复制粘贴的加油，
而是有钱的时候偷偷掏，有能力的时候悄悄帮，有立场的时候拿命去战。中国人这3个字一笔一画刻进了骨头里。我们总说欠周星驰一张电影票，可我们欠他的何止一张票？我们欠他一份理解，欠他一次掌声，甚至欠他一句对不起。如果今天你听到了这里，也许你会和我一样沉默良久。星爷这2个字从来不是因为他拍了多少部让我们捧腹大笑的经典，而是因为他站得笔直，行得干净，心里装着别人，骨头里撑着家国。这样的人才当得起一声爷，这样的明星才是这个喧嚣时代真正该去仰视、去追逐的那颗星。其实我是一个演员，我们需要一个有专业的演员。我觉得你是。多谢了，多谢了，欢乐的时光过得特别快，又到时候讲拜拜，多谢你们的支持，多谢。是去扫地的，扫地的不是观众啊。谢谢你。